这位滞留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离世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电话里坚定地告诉他，你托付我的事情我一定会完成。没有想到他竟然嗯了一声。我是孙春荣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08年4月，我去缅甸采访中国远征军老兵，见到了杨建达。他带了一张2005年的联合早报，报纸已经泛黄，但被塑料袋精心地包裹了很多层。之所以保存这份报纸，是因为上面的一篇文章《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》。文章结尾说，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，但若当时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，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心悦。那一年，我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，我问杨建达愿不愿意回老家。杨建达反问我怎么回去。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。杨建达是广东梅县人。1938年，敌人的飞机经常轰炸他的家乡，为了躲避战乱，他和姐姐前往印度，远离沦陷的国土，并没有远离这个民族的伤痛和责任。1943年，杨建达加入正在印度训练的中国驻印军新38师。这支由孙立人率领的中国军队，沿着新开辟的史迪威公路，从印度开始，穿越整个缅北，与日军多次激战。之后，在中缅边境与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师。战争结束后，杨建达留在缅甸，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到家乡。抗战结束了，但国家并没有太平。之后的另外一场战争，让杨建达从此有家难回。那时候不想跟着38军走，是因为你不想再打仗了吗？反对战不是我的思想。但你要知道，你如果不跟着走，那你就可能会一直回不了家乡了。就是没有办法回家了。你说我怎么回去？杨建达不停地反问我，我无言以对。我明白，对于一位军人来说，需要的是凯旋，需要的是历史回归正位后的荣归故里，这些不是我可以给予的。留在缅甸后，杨建达娶了一位缅甸姑娘，生了8个孩子。和很多留缅的老兵一样，他的妻子不会说中文，这也是很多老兵在晚年过得异常寂寞的原因。我去采访老兵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的躺椅上，面无表情，任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看到我这个来自祖国的年轻人时，他们会惊讶，然后就是说不完的话。在缅甸，杨建达没有买房子，更没有加入缅籍。他总觉得这样就成了外国人，就回不去了。我现在拿的还是中华民国的这个身份证啊，在缅甸是外侨，所以人家叫我你缅籍嘛，我说我不要，还想回去啊，还想回去啊。1年以后，我再次前往缅甸，带了9位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。本来那次杨建达是要一起回来的，但是临行前他改变了主意。他再次问我，你说我怎么回去？他给我们唱了一首歌《松花江上》，当唱到最后，他因为哽咽歌声戛然而止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喷薄而出。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，那样才能够见到我那。国难当头，他们告别父母，离开家乡，战争胜利了，他们却因为政权的轮替成为历史的罪人。也正是杨建达的追问，让我在后来接老兵回家的时候，会刻意安排一些仪式，协调边防武警向他们敬礼，让机长进行广播，以及在家乡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。我希望用这些方式弥补历史的创伤。或许正是这种仪式，让杨建达动了心。2011年，我再次前往缅甸寻找老兵。我问杨建达想不想回家探亲，没有想到他毫不犹豫地说想。
会想以后不再回来？要我有办法，我都要回家。杨建达有2个身份证件，一个是1938年前往印度时办的中华民国护照，一个是滞留缅甸后当地政府发放的外侨证。前者已经成了一张无法返程的单程车票，而后者也仅是寄人篱下的一纸证明，类同于孙志刚案而废止的暂住证。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，获得居留的权利，出行则需要提出申请。2011年9月2日，当杨建达由云南入境，在中国的公安部门办理了可以前往广东梅县的外国人通行证时，杨建达突然有些凄凄地说：“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，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。你说我是哪个国家的人？你说。”杨建达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。在边防口岸，当武警列队向他敬礼时，杨建达竟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举动，他扶着轮椅，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他们隶属不同的党派，但是他们都是中国军人。那个回迁梦魇的家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，老宅的墙上竟然还留着杨建达14岁时写下的一行字：民国25年7月16日，中央飞机3架到访散发传单。但很多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父母早已不在人世，当年和他长途跋涉带他到印度做生意的姐姐也已于2006年去世。还有阿满从小就定下婚约的远房小表妹，一直没有打听到消息。当年他从军后一时难归，就写信给家人，给阿满自由。小小的爱上了一样东西，你丢掉了，你很爱的东西，你找不回来，你心里就是还是很怀念他。后来央视记者采访杨建达，去打仗了，父母尽不了孝，心爱的人也丢了，后悔吗？杨建达淡淡地说：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”我曾无数次地在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中听到这样的表述，但唯有这次，我才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。10多天后，杨建达返回缅甸，在中缅边境告别时，这位老人突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诧异地望着他，他说：“你一定要答应我。”我好奇地点了点头。他说：“在缅甸到处都是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，而他的战友的墓地全部被毁掉了。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找到他们，带他们回家。”那时候我还在为老兵回家的路费而发愁，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托付。但是我知道，我无法拒绝。这也是这位老人最后的心愿了。在他回家探亲的时候，我们送他到医院做了体检，结果是食道癌晚期。刚刚回到缅甸没几天，有一天深夜，杨建达的女儿杨玲玲突然听到躺在床上的爸爸在唱《松花江上》，寂静的夜里，歌声无比清澈。杨玲玲来到爸爸的床前，发现爸爸干瘪的眼窝里泪光闪闪。她问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在做梦？”杨建达睁开眼睛，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：“不，明天就是918。这首歌也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绝唱。20天后，杨建达去世，终年90岁。在前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杨玲玲的电话，她说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他转告我，让我一定记得他给我的托付。我让玲玲把电话放在爸爸的耳边，我坚定地说：“你托付我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去完成。我们会去寻找牺牲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，为他们修建纪念碑，带他们回家。”令人惊讶的是，杨建达竟然弱弱地说了一声“嗯”。4年后，我们启动了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寻找项目。
在缅甸密支那找到了347具遗骸。令人无比遗憾的是，10年过去了，这些遗骸一直无法回家。不过，在2023年6月，中国政府在缅甸密支那修建了中国远征军纪念碑。前不久，杨玲玲从缅甸来到湖南，把爸爸1938年前往印度时的民国护照，还有滞留缅甸时的外侨证捐给了我们。这位埋骨异域的老兵，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，永远地回到了祖国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2天来回家了。